祭奠亡魂的日军亲属最后一批，跟着30-40个妇女，都是穿着校服，肩上披着有“未亡人”字样的白布袋子。这批未亡人走完了之后，又来了几架日本领事馆的马车，车中所置何物不甚寥寥，好像是高级将领的灵牌。最后的一架马车载的是巨型的骨骼，猜上去大概是大将中将的战马遗骸。我从头看到尾，意识到今天他们举行的是阵亡将士追悼大会。等到所有日本人进入侧门之后，铁门就关了起来，里面响起一阵哀乐，接着不知什么时候运到的一口大钟敲响了，也不知道里面由什么人主祭。在最后一刹那，只听见一阵凄厉的哭声，因为人数多，哭声响彻云霄。这个哭声大约持续了1个小时之久，足见日本军人的阵亡者数字一定很高。这天，我家没有人出去买菜，只好凑合吃了一顿。我支召全家的人，非但不许开窗，还要把窗帘放下。那时的窗帘因为防空关系用的都是黑布，不但我家如此，整条马货路的人家都是如此。因为我家露台最受站岗宪兵的注意，所以我也不许人站在露台上窥看。推测日本人的心意，不但不信任中国人，连他们的议员也不信任，深恐虹口公园的惨剧重演。直到下午2时，他们又排着队，分批坐电车回虹口。次日报纸上一点消息都没有披露，他们这一次的追悼会比出境租界时的庆祝大会一喜一悲，迥然不同。这一天，我连下午也停了诊，免得多事。我想日本人这次侵略中国，报纸上一片胜利消息，当然俗语所谓杀人1000，自伤800。这次的追悼会只是追悼陆军方面有家人在上海的一部分军人，全国各地死了多少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海军方面死的人多少，我们更难估计。紧急电报雪片飞来，就在这段时期，我家3楼住着一位姓谭的房客，是日本黑龙会的住户首要。本来1个月内总有10次8次电报由日本打来，每次都由我的挂号处人员签收转交他。现在电报竟然如雪片飞来，一天总有5、6件，甚至半夜里还有紧急电报送来。我们对谭某向来不交谈一语，所以也不便问他。我的学生对半夜里开门接电报非常痛恨，由于好奇，也曾拆一封来看看，但一点也不懂，再用驿电的书来查，但用的都是密码，究竟电报为了什么事，一点也不知道。那时节，短波无线电机早已全部被日本人没收，但是我家还剩下一架旧机，拆拆装装，多加几个真空管。从前无线电机都用真空管，学生们便偷偷地在夜间收听重庆和外地的广播，知道日本本土已被麦克阿瑟将军的空军轰炸，东京、大阪都被炸得不像样了，而且还说要开始地毡式的轰炸。这个消息我们听到，别人也能听到，大约日本国内已混乱得不像样了。俄国机构另有消息，日本人败相百出，但报纸上披露的还是胜利消息。一切新闻被日本人封锁得很严，所以上海人对真正胜败消息可以说还是疑真疑假。我向来喜欢买书，有一天看到一个朋友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杂志，中文名字叫做《时代》杂志，是上海俄国机构出版的。当时俄国尚未参战，一会儿对日本表示好感，一会儿又对盟军送秋波，日本人在上海
对俄人一切行动完全不加干涉，所以这本书可以在上海出版。但是俄国人气派很小，每期只印2000本，只有一个地方发售，这个地方在静安寺路斜桥弄底一间小书铺中。因为印数少，一出版即刻销售一空，我总按着他们的出版日期去购买。这本杂志中大半是电讯，小部分透露些战事消息。我就在这些消息中看到日本神风特工队是支飞行队伍，用的飞机又小又简单，驾驶员都是20岁的青年，飞机上只带炸弹，只备单程用油，飞出去就不准回来，轰炸的目标是美国军舰。从这个消息看来，日本真正的战斗机已所剩无多。我从这本杂志上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消息，日本战败之象越来越显明了。抗战多年，日本的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显出极不利的态势，日本的陆军却在中国大陆进展得越来越快，老百姓对胜利的信心不免渐渐有些动摇。可是重庆政府电台报告说，抗战不是7、8年能完成，还要迁都，再要继续2年的时间，要老百姓们咬紧牙关，度过这个非常时期。重庆电台的报告，大家言之凿凿，但是毕竟偷听收音机的人少，没有亲耳听到的人多，所以还希望这种说法不是真的。